家这网络这个太莫名其妙了。现在全部断网了吗？你去登录试一下。我看啊，比如说反正是不好用。你看，我先把 WiFi 打开了。它一个啥能试的？比如我看小红书啊。这也打开了，你不能说没打开，但是你就看巨慢。我看着，确实刷不到。它也能收到，但是它就巨慢巨慢。然后你现在 WiFi 装在哪里呢？下面还不行，你看，但是它刚才就蹦出来了。看到了。你看网络不太顺畅。看到了。是吧？那你这个 WiFi 装在哪里呢？这。你看，就都装在这个里面了。但是它是这样的，就当时那个谁阿全给我装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，这个叫什么东西来着？叫交换机啊。对。但是好像是2楼和3楼的网是在2楼那个位置，好像是。我现在先检查一下这边的网络。行。咋检查？我有设备检查的。对，你看看。这广猫，这录像机，这交换机，下面这个路由器，网络慢。插上电脑看一下网络到底哪里慢。随便插个口试一下。有网络进来，测一下网速，看一下有多网。这个正常的100兆1000兆。这里路由器的网络是正常的，那就接上交换机，看看交换机的网络正不正常。那接交换机上。有意思的是，接上交换机，电脑又跳出了新设备的提示。当时我还以为是交换机划分了微浪，但是后面测速才发现，网速压根就测不出来。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我看了右下角才发现，电脑已经断网了。那只能查下电脑目前的 IP 是多少了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路由器的 IP 地址是192.168.0.1，然后我就浏览器输入这段地址。看下这是什么设备。哇，问题找到了，水星，居然进入了水星的后台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看来网络不好用，就是被这设备影响了。所以只要找到这个设备，把它给拔了，那么网络应该就都恢复了。至于怎么找它也比较简单，我这边就拼这个地址，拼通以后我就要准备拔线了。因为交换机上面有一条线就是连接这水星路由器的。只要我拔对了网线，拼它就会超时。这里我已经拔了一条，但是拼没有超时，所以我只能把它接回去，接着拔第2条，拼还是没有超时，就这样以此类推，直到我拔掉了这一条，拼才超时。丢了，看来就是这条线另头插着水星设备了。那么这条线又是通向哪里的呢？我操！当时我的重心全看机柜了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个路由器，这也是我最快时间找到路由器了。不过我发现路由器的线好像接错了，它万口的线没有接到交换机上，反而接到了这么个设备上。这个设备我看了下，它是用来控制中央空调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空调也全部离线了。果然，它正常应该连上大金那个网吧，它这个 APP 应该能够打开。你这个空调已经是失联了，你这个。对，失联了，你说对。我把它恢复吧。那咋恢复？能恢复。你这条线应该是接交换机才对。你看获取用户信息失败。对。我把这个接回交换机上。我把万口接回了交换机，任口接空调控制设备，就这样，空调和网络都正常运行了。恢复了，真的恢复了，不用调了，咋回事？你帮我连机之后，它就自动可以了。我给它联网，现在可以控制了吗？可以。哦，好使了。当时他们也楼上楼下检查了网络，都正常后，我就准备回去了。但是回去没有多久，他们就和我说网络不太好用，所以我只能折返回来，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餐厅跟那个客厅都慢。我坐在这儿，他就不走了，视频。
就我最近这网络总是这种的，就感觉不干不尬的，一会儿好使一会儿不好使。当时我试了下，网络确实不太好用，不过业主和我说，只要他换个地方，网络就好使了。你看，在这块就好用吧？在这里就好用，在这里就好用，那就说明，先接个电话。哎，我马上走了。当时我大概了解了，只要在这个餐厅和那边的客厅，网络就时好时坏的，反而隔壁的厨房和楼上楼下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那想必是客厅的面板出现了问题。这里我就用电脑接上去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电脑接上去后，显示是有网络进来的。当时我也测了网速和拼，但是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那只能进入后台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不过我当时在后台并没有看到 AP 离线，我也查了路西的运行日记，也没有看到什么异常，所以这个片段我就跳过了。我是后来才发现，客厅居然装了2个 AP， 这个 AP 背后正好是餐厅，难不成是这个 AP 有问题？这里我就用电脑接上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电脑接上去后是显示有网络的，但是拼好像不是那么正常。第一个包延时巨高，第二个包直接就丢了，但是网络还是有的。不过后面就发现拼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，它丢包的频率一直在增加，插网线还能丢这么多包，这明显不正常了。那就是这个 AP 存在问题了，我只能把它拆了，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拆开以后，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。大伙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水龙头蓝色和绿色的位置给打错了？这也难怪他们网络断断续续了。我这边就用压线钳给它重新打了个水龙头，打完以后，从此他们网络就都恢复正常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